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姐妹，谁懂哦？今天我就来讲个真心话，我们马来西亚人来中国旅游哦，真的是一半在打卡玩得开心，一半被中国的气候整惨，中间还夹着很多我以为这样，没想到是那样的大型翻车现场了。咱们不搞那些干巴巴的罗列，就用脱口秀的劲儿算一算，讲一讲这其中的是是非非，全程唠嗑式输出，听懂掌声，听不懂也得听完。毕竟咱这内容比马来西亚的拉茶还浓，比中国的火锅还够味咯。首先，第一个灵魂拷问，我们马来西亚人来中国到底爱往哪儿钻啦？我敢说10个马来西亚人里有8个半说不出中国全部省份，但一提到旅游目的地，那嘴比谁都溜。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说的喜欢，背后全是藏不住的小心思，还有一堆被误解的真相。今天我就来扒一扒，别让那些刻板印象耽误了咱中马乡亲互相串门的热情嘛。很多人都以为我们马来西亚人来中国肯定只往华人多的地方凑，比如广州、厦门、泉州，觉得只有在这些地方才能听到熟悉的粤语、闽南语，吃到合胃口的饭菜，不用面对语言不通的尴尬。这话吧，说对了一半，也说错了一半，算是个半真半假的伪命题啦。咱先说说这对的一半，广州，那绝对是我们马来西亚人的快乐老家。说它是马来西亚人赴华旅游的第一站天花板，真的没有夸张哦。为啥广州这么香啦？咱先从吃的说起，我们马来西亚人骨子里就爱喝早茶，爱啃点心，而广州的早茶直接把我们的快乐拉满咯。你去广州的茶楼看看，尤其是周末，总能看到一群说着粤语、带着马来西亚口音的人，围坐在一桌，点上虾饺、烧麦、凤爪、叉烧包，一边嘬着普洱茶，一边唠着嗑，那架势比在马来西亚的 Kopitiam 还爽哦。那种松弛感在大马真的找不到了。我们总说在广州吃早茶比在马来西亚吃的还地道，不是说味道有多不一样，而是那种一坐就是一上午的氛围，是在大马的茶餐厅里感受不到的嘛。而且广州离马来西亚近啊，直飞也就4个多小时，比去中国北方省事儿多了，机票还便宜，有时候赶上促销，往返机票比在马来西亚境内旅游还划算。这不就是花少少钱办大大件事，抵到烂啦？我们马来西亚人本来就爱省钱，这种性价比超高的目的地能不香吗？除此之外，广州的上下九、北京路那些老街区里的骑楼和马来西亚槟城、马六甲的骑楼长得有几分相似，走在街头既能感受到中国的烟火气，又能找到一丝家乡的影子，这种既熟悉又新鲜的感觉简直讲到我们的心坎里去了。还有厦门，那也是我们马来西亚人的心头爱了，尤其是马来西亚的闽南籍华人，来了就不想走。我认识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，祖籍是厦门同安的，第一次来厦门，一走出机场就对着空气感慨，这风里的味道都和我爷爷说的一样哦。他在厦门待了整整1个星期，没去什么热门的网红打卡点，就围着同安的宗祠、侨史馆转，在集美区的陈氏祠堂里举着香祭拜祖先，翻着族谱，在失联名单里找到了自己高祖父的名字，当场眼睛就红了，差点哭出来哦。他说自己是替爷爷找家来的嘛，那种心情真的懂的都懂啦。这种寻根之旅在我们马来西亚华人里太常见了。厦门的银铜侨史馆、天后宫，泉州的开元寺、清净寺，这些地方看似是普通的景点，却是很多马来西亚华人的精神归宿。我们穿着娘惹装，站在侨史馆的镜子前，恍惚间就能想起家里的祖母，抚摸着宗祠里的石碑，就能感受到祖辈们跨越山海的牵挂。而且厦门的气候和马来西亚有几分相似，都是温暖湿润、植被茂盛。第一次来的马来西亚人不会一下子觉得太陌生，适应起来也快，这也是厦门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啦。除了广州、厦门，成都也是我们马来西亚人的新宠，尤其是年轻人来了就不想走。为啥？还能为啥？当然是为了大熊猫啊！马来西亚的动物园里也有大熊猫，但数量少，想看一眼还得排队，而且活动空间小，哪有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自在？那些圆滚滚的小家伙抱着竹子啃得津津有味，时不时翻个跟头卖个萌。别说我们马来西亚人了，就连中国人自己都扛不住，更别说我们马来西亚的年轻人了，一个个举着手机拍个不停，嘴里还念叨太可爱了啦，好想抱回家。
那痴迷的样子比追本地艺人还疯狂啦。而且成都的生活节奏慢，和马来西亚的生活节奏很像。我们马来西亚人本来就不喜欢太匆忙的旅行，成都那种喝着茶、搓着麻将、吃着火锅的松弛感，刚好讲到我们的喜好哦。还有成都的美食，虽然以辣为主，但也有很多不辣的选择，比如中水饺、龙抄手、担担面，稍微改良一下就能符合我们马来西亚人的口味。我那个马来西亚朋友第一次吃成都火锅，点了微辣，结果还是被辣哭了，一边擦眼泪，一边往嘴里塞米饭，嘴里还念叨着太辣了啦，但真的太好吃了，停不下来。这就是成都美食的魅力，哪怕辣到崩溃，也舍不得放弃咯。讲到这儿哦，肯定有人要抬杠了。你说的都是华人多的地方，难道你们马来西亚人就不喜欢去其他地方吗？喂，错完了，这就是咱要说的错的一半。很多人以为我们马来西亚人只爱去华人多的地方，其实不然，我们也爱去那些文化差异大、风景独特的地方，比如北京、西安、桂林，甚至是新疆、西藏啦。就说北京吧，虽然离马来西亚远，气候也差很多，但还是有很多马来西亚人慕名而来。我们来北京不为别的，就为了看一眼故宫，爬一次长城，感受一下中国的首都风采。很多马来西亚人在课本里、在电视上就听说过故宫和长城，心里一直充满了向往，总觉得不来北京就等于没来过中国。我认识一个马来西亚的阿姨，快70岁了，特意跟团来北京。爬长城的时候，虽然累得气喘吁吁，腿都软了，但还是坚持爬到了顶峰，站在长城上，对着远方大喊：“我终于来到长城了啦！”那种激动的心情，隔着老远都能感受到哦。还有西安，作为13朝古都，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兵马俑、大雁塔、古城墙，每一个景点都充满了神秘感，吸引着无数马来西亚人前来探索。尤其是兵马俑，当我们看到那些排列整齐、栩栩如生的兵马俑时，一个个都惊呆了，嘴里不停念叨着太神奇了啦，古人太厉害了。有的还会对着兵马俑拍照，嘴里说着要把这份神奇带回马来西亚给身边的朋友看看。而且西安的穆斯林街区也很受我们马来西亚穆斯林游客的欢迎，这里有很多清真美食，比如肉夹馍、羊肉泡馍，味道地道，价格实惠，让我们在感受历史文化的同时，也能吃到合胃口的饭菜。吃完还会跟老板说 very much， 老板也会笑着回应，那种感觉超亲切了。桂林也不能少，桂林山水甲天下，这句话不仅中国人知道，很多马来西亚人也知道哦。我们来桂林就为了看一眼漓江的山水，坐一次游船，感受一下人在画中游的美景。桂林的山奇形怪状，桂林的水清澈见底，坐船游漓江，两岸的山水风光尽收眼底，那种美景让很多马来西亚人都流连忘返。我们总说桂林的山水就像一幅水墨画，美得不像现实，来了一次就一辈子都忘不了啦。还有郑州，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，郑州也是我们马来西亚人的热门目的地之一。为啥？因为郑州有直飞马来西亚的航班，每周有6趟，交通特别方便。而且郑州是很多马来西亚华人的祖籍地，我们来这里一方面是寻根问祖，另一方面也想感受一下中原文化的魅力。郑州的北大清真寺也很受我们马来西亚穆斯林游客的欢迎，我们在这里既能感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共鸣，也能看到和马来西亚不一样的清真寺建筑，那种文化碰撞的感觉让我们觉得很新鲜哦。谢谢大家收看马来西亚人赴华旅游气候吐槽是是非非脱口秀第1集，拜拜。